全球治理迎来亚洲时刻，接下来2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20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3场重要多边会议密集在东南亚举行。中方鼎力支持东盟国家共同彰显亚洲力量。深圳卫视也将派出2组记者赴现场报道，直击大国外交第一线。对于美方提出中美元首会晤等涉华言论，外交部进行了回应。对于美方提出2国元首在巴厘岛举行会晤等涉华言论，在10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进行了回应。中方重视美方提出2国元首在巴厘岛举行会晤的建议，目前双方正就此保持沟通。他表示，中美2国元首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中方对美政策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致力于同美方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同时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3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护栏。赵立坚表示，美方应该做的是停止虚化、掏空、歪曲一个中国原则，恪守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回到中美3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原则上来。他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美方应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以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经济规则和国际贸易体系。国与国之间发展关系不是非此即彼，中国一贯主张发展不针对第三方的包容性伙伴关系，反对逼迫别国选边站队。赵立坚表示，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3原则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主张推动构建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美方应同中方相向而行，妥善管控分歧，推进互利合作，避免误解误判，推动中美关系重返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近期，东盟国家将密集举办3场重要的国际多边会议，打头阵的就是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于8号晚间抵达金边，他将出席第25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25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17届东亚峰会，并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9号，柬埔寨首相洪森在和平大厦为李克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2国总理登上检阅台，军乐队高奏中柬2国国歌。李克强在洪森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当天下午，李克强分别向柬独立纪念碑和西哈努克太皇雕像献花圈。在当天下午与柬埔寨首相洪森举行会谈中，李克强表示，中柬传统友谊深厚，拥有高度政治互信，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方一向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支持柬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在国际和地区舞台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推动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李克强强调，中方全力支持柬埔寨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办好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坚定支持东盟团结和中心地位，支持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架构，支持东盟为促进国际地区和平发展发挥更大作用。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愿同中方共同办好明年2国建交65周年纪念活动，推动2国关系与合作深入发展。检方尊重联合国宪章关于维护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愿同中方在多边框架下密切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会谈后，2国总理共同见证10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出席金边至西哈努克港高速公路通车暨配套民生工程项目移交仪式。中柬双方还将发表联合公报。李克强与洪森9号共同主持正式通车仪式的金边西港高速公路备受外界关注。京港高速公路是中柬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今年10月1号通车试运营。它连接柬埔寨首都金边和该国最大深水海港西哈努克港，将两地的车程大幅缩短至2小时以内。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条高速公路采用中国设计及质量标准，横跨柬埔寨5个省，全长187.05公里，双向4车道。由于京港高速是柬埔寨的第1条高速公路，因此当地媒体报道称，柬埔寨由此进入高速时代。
深圳卫视就京港高速采访了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尼勒。他介绍，在柬埔寨政府的规划中，西港的地位类似于深圳，既是经济特区，也是旅游胜地。在京港高速开通前，如果自驾往返两地，经常需要耗费约8小时。为避免拥堵，通常是凌晨3、4点从金边出发，中午才能抵达西港，现在只需要不到2小时，这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巨大的。一带一路的差不多这个10年了，明年是这个10年了。为了这个柬埔寨的老百姓的他们这个生活也提高了，所以现在就说到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我们这个柬埔寨老百姓很开心的，很高兴的，所以柬埔寨人听到这个中国，觉得这个中国都是帮到我们，是我们这个好朋友。就说那个真的朋友一直都帮到那个柬埔寨的。柬埔寨有句家喻户晓的谚语，有路则有希望，这与中国的要想富先修路有异曲同工之妙。目前中国在柬埔寨修建的道路总长将近3000公里，还修了10多座大桥。然而柬埔寨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遭遇西方所谓过度依赖中国的抹黑。在今年5月日本举办的第26届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上，柬埔寨总理洪森就为柬埔寨的发展权辩护。他表示，是中国支持了柬埔寨的基建发展，并反问，如果中国不帮助我们，还有谁会帮助我们？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尼勒认为，柬中友好具有历史传统、政治和民意的坚实基础，西方国家指手画脚是自讨没趣。西方国家因为他们都这样的，因为他们也没有希望哪个国家发展的，特别是那个中国，他看到中国这个发展起来，可能他的眼睛有点红，还是他这个觉得有点讨厌这个中国，但是他们就跟那个中国不一样，我们就跟那个中国一直过来都是那个互相支持、互相帮忙，还有中国这个对那个柬埔寨都是那个尊重的，就是那个理解的。用政治上的互信是加强经济合作最重要的一个保障。我们看到，实际上在双方的这些核心利益和重大问题上，双方都给了彼此非常重要的这种支持，也叫这种仗义直言吧。所以在这种基础上呢，形成了一个政治互信和这种经贸合作互动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呢，这种示范效应呢，不仅我觉得是在这个对东南亚国家是一种示范效应，实际上我觉得对整个发展中国家关系来说也是一个示范效应。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柬埔寨主办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将密集举行20多场活动。据检方介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美国总统拜登等都将参会。值得注意的是，白宫早在10月底就宣布，拜登将于11月12号至13号参与其中2场会议，以重申美国对东南亚和东盟中心性的长久承诺。事实上，美方被诟病长期忽略东盟，但拜登上台后4处宣布美国回来了。今年5月，拜登政府还在华盛顿召开了美国东盟特别峰会。但外界注意到，这场峰会上，美方同样显示了对东盟的傲慢，因为同样在5月，美方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虽然其13个初始成员国有7个来自东盟国家，但其提出的场合却是在东京。而且，美国舆论认为，拜登政府想以印太经济框架来对冲已经于今年1月1号生效的 RCEP， 但这个所谓框架却先天不足，因为没有包含任何与关税减免和市场准入有关的措施。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指出，美国在与东盟的峰会上只愿意向东盟国家提供1.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抗疫、海上安全和清洁能源3大领域。这明显是视印太经济框架为一项地缘政治工具。但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却声称，这样一个空洞的协议是值得其他地区效仿的持久模式。到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他确实加大了对东盟的这种重视，但是我觉得不在于说他重视不重视这个东南亚，而在于他的意图是什么。他可能本身还是要把东南亚作为他构建整个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一环。而中国已经连续13年是东盟最大贸易伙伴，2020年开始，东盟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仅在今年举行的第19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双方签署的项目金额就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这再次见证中国和东盟日趋紧密的经贸往来和日益广阔的合作前景。
尤其今年以来，我觉得多种因素这种冲击之下，我们看到东南亚国家想要稳定这种政权、稳定民生，最重要的这种要务还是要聚焦发展。所以我自己认为，中国和东盟在这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共识的。美国中期选举开票接近尾声，许多关键摇摆州的选情仍不明朗。佐治亚州的参议员席位甚至还要在12月进行第2轮对决。从目前开票结果来看，共和党的表现远不如此前外界预期，未能重现红色浪潮。而且特朗普支持的多位候选人纷纷败选，也给特朗普冲击2024总统大位蒙上阴影。拜登表示，这是美好的一天，已经准备好与共和党合作，但不会妥协。It was a good day, I think, for democracy, and I think it was a good day for America. 当地时间9号，拜登在白宫国宴厅就美国中期选举发表讲话，明显心情不错。讲话最一开始就用2个好日子来形容此次选举。原本预计的共和党红色浪潮并未重现，确实让白宫松了一口气。While the press and the pundits are predicting a giant red wave, it didn't happen. But the voters were also clear that they are still frustrated. I get it. I understand it's been a really tough few years in this country for so many people. 事实上，拜登的心情在过去24小时有如过山车。选举前，大部分美国媒体及民调预计拜登即将成为跛脚总统，唯一区别是半跛还是全跛。不过，随着开票的展开，民主党方面的选情却远远好于预期，这也让原本神经紧绷的拜登及幕僚们露出了笑容。美国媒体还爆出拜登高兴地给民主党获胜者打电话的视频。对于是否寻求连任一事，即将年满80岁的拜登此前态度不明，但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心情大好的拜登给出正面回应。Our intention is to run again. That's been our intention, regardless of what the outcome of this election was. This is ultimately a family decision. I think everybody wants me to run, but we're going to have discussions about it. And I don't feel any hurry one way or another to make that judgment. And my guess is it'll be early next year we make that judgment. 按目前形势，共和党以49比48只领先民主党1个席位，想要拿下参议院，共和党还需要2个席位。因为如果最终2党席次打成50对50，副总统哈里斯手中握有的1票就可以让民主党再次控制参议院。因此，余下几个摇摆州的选举结果至关重要。美国媒体认为，费特曼是这次民主党中期选举的大功臣。I'll be the next U.S. Senator from Pennsylvania. 费特曼在竞选压力极大的宾夕法尼亚州参选，但他击败对手，一举拿下了这一此前由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席位。由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重要性，11月5号，拜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都到当地拉票。在众议院选举方面，初步开票结果显示，共和党基本能够取得更多席位，但优势远不如预期那么明显。And it is clear that we are going to take the House back. 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麦卡锡在加州第20选区大胜民主党对手，他随即宣布竞逐众议院议长。We will be in the majority, and Nancy Pelosi will be in the minority. 与此同时，外界还特别关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下台2年后是否还能得到选民支持。开票结果显示，多名获特朗普力挺的共和党候选人落败收场。有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是此次中期选举的大输家，但特朗普并不认可。他一如既往批评这是假新闻，还说如果共和党赢了，所有功劳应该归自己。I'd like to welcome the fake news media, which is back there. There's a lot of people back there. That's incredible. That's a big group. They must be expecting something big tonight. Actually, they were hoping for big losses, but that's not happening. 另据美国媒体爆料，共和党内部已经出现不和谐声音，不少党内人士认为进行世代交替已迫在眉睫。被视为共和党明日之星的桑德蒂斯成功连任佛罗里达州州长。特朗普放话，桑德蒂斯一旦宣布竞选总统，他会公开其一些负面消息。有分析指出，美国中期选举中共和党红色浪潮未现，与特朗普结盟的一些候选人表现不佳，也表明选民对他煽动的选举和治理混乱感到疲惫不堪。在中期选举之前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大的包括我们看到由他所背书的共和党国会的这个议员候选人
基本上有超过90%赢得了这个党内的初选啊。但是呢，这种党内的影响力呢，却并没有很好的转化为真正的选举的影响力。那么这个对于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声望也好，影响也好，毫无疑问呢是一个打击啊。但是这种打击的程度能不能够达到迫使特朗普放弃参加2024年大选，我倒觉得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据美国媒体统计，此次中期选举初步的投票率预测显示，投票率为48.5%，略低于2018年中期选举的50%。2018年的选举是自1914年以来投票率最高的一次。总的来说，民主党人表现出来的韧性，可能使拜登成为20年来中期选举表现最好的在任总统。上一位表现不错的总统是小布什。尽管如此，有分析指出，按目前的走势，如果共和党拿下众议院控制权，民主党保住参议院，意味着拜登的政府未来2年的执政之路仍将障碍重重。首先，大部分立法议程可能会完全停滞，共和党人还将在预算上施加压力，有可能削减对联邦政府的拨款。此外，拜登可能还得面对共和党的一系列报复行动。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早前警告，如果共和党夺回众议院，会就拜登政府处理边境问题、阿富汗撤军等决策时犯下的重罪启动弹劾拜登的程序。拜登政府接下来2年，他所面对的必然是一个分裂的政府啊，分裂的府会结构。拜登政府的国内政策目标啊，就会变得比较简单，就是他不再追求非常宏大的这种改革法案的落地了，他可能呢就会把这个目标定为非常具体的，避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第二个看点就是说，没有了中期选举的压力之后，拜登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跟其他国家交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更少的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无论如何，美国对华政策都将面临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在9号举行的记者会上，拜登谈及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外交政策。他表示，如果有矛盾，应该寻找解决冲突的办法。I'm looking for competition, not conflict. And so what I want to do with him when we talk is lay out what kind of each of our red lines are, understand what he believes to be in the critical national interests of China, what I know to be the critical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y conflict with one another. And if they do, how to resolve it and how to work it out.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国总统拜登周3在白宫见记者时称，期待下周在 G20 峰会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表示，中方重视美方提出的2国元首会晤提议，正就此保持沟通。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拜登是周3在白宫见记者时做出这一番表示的。那么这也是美国今年的头号政治议程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拜登首次开记者会面对媒体。所以呢，他的相关表态备受各方关注。拜登就声称，他结束海外行程返国之后，将会邀请2党领导人来商讨政治协作议程。那么他的言下之意，当下最紧迫的还是外访的计划。按照美国媒体此前的报道，那么即将在泰国揭幕的 APEC 会议，拜登将会缺席，因为呢要返美参加孙女的大婚典礼。那么在家事与国事的排序上，这位总统有自己的美国式的逻辑。所以中美元首如果线下会晤，那么 G20 峰会期间呢是最合适的一个时段。实际上，就中美元首会晤，美方此前呢一直在刻意释放信息，包括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国务卿布林肯都有各种明示或者是暗示。那么现在拜登本人在记者会上明确预期，可以说是将美方的表态呢又加码升级了。我注意到2周前，中美元首同时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那么习近平在贺信中就强调，愿意同美方一道努力，来找到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这相关表述呢，被美国媒体高度关注，认为释放出明确的信号。那么彭博社当时就曾专门以贺信为题，强调中方对美一直期待促成的习拜会做出了正面的回应。在中美各自完成今年最重要的政治议程之后，2国元首能够坐到一起面谈，对双边、多边乃至全球性的议程
进行深入对话、全面沟通。这实际上也是外部世界对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一个最大的期待，是新的动荡变革期里的世界最希望看到的稳定性与确定性。当然了，我也注意到拜登啊，昨天也号称要应对2个外部最大敌人带来的外交挑战。拜登的原话是 "Two of the nation's biggest foreign adversaries"， 将中国与俄罗斯称作是美国的最大敌人。所以啊，这也预示着，如果中美元首实现线下会晤，那么在一些个特定的议题上，尤其在拜登所称的各自画红线的场域，大国的激烈交锋想必也是少不了的。针对中期选举，拜登称共和党红潮并未到来，他也声言计划竞选连任，将在明年初做出决定。您对此如何看？共和党红潮是拜登的死对头前总统特朗普挂在嘴边的一个提法，这也是美国媒体及民调舆论的选前的普遍预期，那就是这次中期选举，民主党大概率会遭遇惨败，很可能会同时丢掉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当然了，现在最终的结果还没有最后的拟定，个别关键议席因为候选人得票都没有过半数，得由第2轮投票来定输赢。但是呢，目前基本可以判断的是，民主党可能会避免最坏的结局，丢掉议席这个数目呢也会远远低于此前的预期。那么虽然大概率仍然会丢掉众议院的控制权，但不排除呢会保留参院控制权。那么中期选举投票选的是国会议员，选的是州长，并不是选总统。但是呢，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对总统前2年任期表现的一次投票。所以啊，拜登此前助选时啊，他的姿态放得很低，甚至连如果共和党大胜，我将会面对弹劾的怂话都喊出来了。那么这也正是特朗普高喊共和党红潮的一个潜台词。如今呢，民主党小输当赢，拜登他也有底气谈竞选连任了。虽然最终决定是在明年初，但是呢，从现在的态势来看，拜登是决意要刷新另一项美国政坛记录了，也就是以80岁的高龄披挂上阵，四处奔走拉票选总统。至于特朗普，他早已经做了预告，下周将会在海湖庄园做重大宣布。没错，就是那个被联邦调查局特工查搜出大量私藏白宫文档的海湖庄园。那么特朗普呢，他会选在这里做重大宣布，当然是关于他的竞选大计，是他重返白宫的执念。但是呢，特朗普预告的红潮落空，大家助选力挺的一些个共和党候选人没有能够胜出，这些对特朗普的大选计划有没有影响，有多大的影响，无疑是需要观察追踪的。甚至在共和党内部已经在中期选举中成功连任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近来啊可谓人气急升，被不少媒体捧作是特朗普的终结者。那么年轻气盛的德桑蒂斯，他会不会乘胜追击，发起党内挑战？至少特朗普现在已经感受到了威胁。特朗普周一就扬言，一旦德桑蒂斯选总统，那么自己将会公布这位州长不想外人知道的一些个关键信息。特朗普就夸口说自己对这个德桑蒂斯了解之深啊，除了他老婆再没有第2人了，暗示自己掌握的德桑蒂斯的黑料是大把的。不难预见，随着特朗普正式吹哨下场竞选，那么美国政坛那个熟悉的也是让很多人摇头叹息的厚黑选战时段又将揭幕了。有记者提问马斯克是否构成国家威胁，拜登对此未做正面回答，只声称马斯克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值得审视。您对此有何评论？我认为记者提出了一个好问题：全球首富马斯克的做派与行动选择，给全世界的执政者都带来了一道现实难题，一定程度上也是紧迫挑战。拜登说，马斯克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与技术关系值得审视，无论其合规与否，是否适当。但是呢，你要把这个问题抛给俄罗斯总统普京，那么普京大概率会肯定作答，马斯克就是俄罗斯的国家威胁。因为马斯克控制的 SpaceX 公司在乌克兰提供的星链互联网业务，实际上已经成为乌克兰抗击俄军作战系统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核心一环。一定程度上，乌克兰对俄罗斯占据信息战的优势，就是拜星链所赐。而不久前，乌克兰政府与马斯克在所谓4D再公投以及由此而来的
星链业务提供上爆发争吵争议，也让这样一种合作与技术关系的风险性展露无遗。之前就有媒体观察，马斯克他的财富来自特斯拉，但是他的影响力来自 SpaceX 公司，来自星链业务。现在呢，全球首富又收购了推特公司，社交平台的加持，无疑更是放大倍增了马斯克的这种影响力。比如，就在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前一天，马斯克公开发推，鼓动将选票投给共和党，因为现在执政的是民主党的总统。对于这条拉票助选推，拜登一定是格外火大的。很显然，马斯克他以资本之力，以个人的网红体制，获得甚至实现了远超一般企业家的影响力与行动力乃至鼓动力。那么一旦这样一种影响力和行动力投射到国际热点议程，不可避免就会带来碰撞与挑战。在全球范围内，资本意志能在多大程度上挑战权力意志，又会给执政者带来什么样的治理与安全的压力？持续扩张的资本权力在何种情境下会触及到执政者的底线？那么马斯克可以说提供了一个经典观察样本。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近期有分析认为，美国中期选举最关注的除了美国民众，就是俄乌冲突的攸关方。这些政治角力如何表现在俄乌冲突当中，对未来美俄关系又有何影响？一个颇为微妙的关注点是，俄罗斯方面9号宣布从赫尔松撤出，为何俄方选择此时宣布撤出这一战略要地？该行动会否成为俄乌冲突的一个潜在转折点？来看看分析。9号当天，在听取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指挥官苏罗维金的汇报后，绍伊古对其下达指令，开始组织俄武装力量从第聂伯河右岸向左岸进行战略转移，并着手撤出驻赫尔松的俄军。这意味着，经历半年多对赫尔松市的占领之后，俄军将从包括该市在内的赫尔松州前沿阵地撤退，并将放弃进一步进攻乌克兰南部腹地的前沿阵地。关于撤军原因，俄方表示，乌军或将继续炮击卡霍夫卡大坝，从而造成洪水泛滥和平民死伤。实际上，当局在10月就开始撤离赫尔松部分低地的居民。赫尔松州的同名首府赫尔松市位于乌克兰南部，是一座始建于18世纪的老城。今年3月2号，俄军占领赫尔松市，这是俄军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占领的第一座乌克兰主要城市。应该说这次撤退呢，确实是对俄军来说是继这个哈尔科夫战线失利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挫折。它是因为这个，我们说其实赫尔松是2月24号开战以来俄军占领的唯一一个乌克兰的这个地方首府。而且呢，这个在此前的这个4周的入俄公投之中呢，这个普京还宣布这个包括赫尔松州在内的这些乌克兰这些领土永远属于俄罗斯。所以这次这个撤军，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重大的挫折。俄方这次撤军决定出人意料，因为乌军近几个月来一直在围攻此地，而12月当地的土地将冻结，这将给军事行动造成巨大困难。而就在最近几天，俄罗斯顶级军事政治学家弗拉基米尔·普萨诺夫还撰文分析了为何俄军必须守住赫尔松。他认为，俄方投入几乎全部力量来攻打赫尔松，而赫尔松对俄军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甚至9月哈尔科夫的失败和比尔哥罗德沦为靠近前线的城市都无法与之相比。他解释，赫尔松已经举行了加入俄罗斯的全民公决，失去赫尔松将意味着北克里米亚运河将再次失去功能，通往克里米亚的陆地走廊概念将受到严重威胁。舆论还注意到，俄方宣布撤军后，乌方反应却并不如外界预期的那样兴奋。乌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在乌克兰国旗飘扬在赫尔松上空之前，谈论俄罗斯撤军没有意义。但西方舆论非常兴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评论称，这一行动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撤退之一，可以说是俄乌局势的潜在转折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正在等待当地局势发展。美国总统拜登则点名，撤退意味着俄方在战场上存在真正的问题。他还表示，在第聂伯河将两军分开后，莫斯科和基辅将舔舐伤口，决定将在冬季采取哪些行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呢，其实
这次撤军，它其实是俄军的一个主动的行为，它是考虑到这个后方补给的这个困难，主动选择收缩战线，把这个军队转移到相对来说更容易补给的地区。所以其实未来这个赫尔松战线，还有什么样进一步的进展，我觉得还需要有待观察吧。它并不是说它这次撤军它就一溃千里了，这条战线就整个就丢了。俄军放弃赫尔松的时间点也很微妙，因为这个时间与美国中期选举几乎重合。此前有舆论预计，如果拜登跛脚，那么很可能在未来的外交政策中缩减对乌克兰的支持。还有美国舆论以泽连斯基最害怕民主党中期选举失败为题进行报道。德国《明镜周刊》也认为，美国中期选举中很多众议员都遵循特朗普式孤立主义的美国优先政策，对乌克兰或欧洲安全不感兴趣。8号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演讲中督促美国国会议员，无论是哪个政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都要继续支持乌克兰。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军宣布撤出赫尔松之后，克里姆林宫方面表示，普京将不出席即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而对于美俄关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虽然中期选举很重要，但没有必要夸大其对俄美两国关系未来短期或中期的影响，它不能改变任何本质上的东西。他强调，俄美现有关系很糟糕，而且会一直很糟糕。这次民主党他虽然输了，但是这个输的并没有那么难看，所以这个看白宫上下还是有一个比较乐观的情绪，它不会改变现有的这个援助的政策。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您认为俄军宣布撤出赫尔松对整个俄乌冲突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看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乌双方对待赫尔松地方的态度就可以了。在今年2月2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是仅仅用了7天时间，就集中精锐部队拿下了赫尔松。赫尔松也因此成为了俄军在乌境内控制的首个大城市和首个州首府。在正式开战半年之后，已经守不住了的俄军曾经准备放弃赫尔松，但普京却反其道而行之，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征兵死守。同样，乌克兰也是摆出了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拿下赫尔松的姿态。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无非是因为赫尔松所处的战略地位与战略位置非常的特殊。它既是俄军从克里米亚向乌东其他地区进行补给的重要生命线，同时也是俄军对乌克兰其他地区进行军事打击的桥头堡。因此外界把赫尔松的得失看成是整个俄乌政局的一个转折点，并不为过。更重要的是，赫尔松不仅控制着向克里米亚输送淡水的运河，而且赫尔松还是航运、海军和其他重要海上航线的通道，距离克里米亚仅仅100来公里。对于乌克兰而言，欲取克里米亚必先取赫尔松。对于俄罗斯来说，赫尔松一旦失守，克里米亚就基本上门户洞开了。除此之外，由于不久前赫尔松州已经公投入俄，这个也就意味着赫尔松的丢失等于是俄罗斯已经丢失了本土，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因此这件事情对双方的军心与民心也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既然俄罗斯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来攻占并守卫赫尔松，那他们最终为什么又选择放弃呢？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已经不在于俄军为什么会选择放弃赫尔松，而在于俄军为什么会拖到今天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才宣布弃守赫尔松。我所说的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指的就是美国中期选举刚刚结束，为什么俄军早不撤晚不撤，偏偏在这个时机点上撤？我认为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俄罗斯方面的刻意安排。俄军死守到这一天，其实就是为了美国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结果。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在这场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之所以能够坚持长达半年以上，并且开始在局部领域内反守为攻，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得到了来自北约，尤其是美国源源不断的军事与经济援助。
假如美国的援助一旦放缓下来，那乌克兰的士气与进攻的势头立马就会受到重大影响。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乌克兰会选择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对赫尔松发动总攻。因为在中期选举前拿下赫尔松，就意味着拜登与民主党援助乌克兰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就是在为拜登与民主党的中期选举在助选。未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就会源源不断，也就是说，俄乌双方都以军事斗争的方式间接地参与了美国的中期选举。他们表面上打的是军事战，但实际上打的这是政治战与外交战。遗憾的是，乌克兰虽然拿下了赫尔松，但是却并没有能够赶在中期选举前把它做成对民主党与拜登的献礼工程。而俄罗斯虽然最终在军事上丢掉了赫尔松，但却在政治战与外交战上达成了自己的预期目标。而在完成了政治与外交任务之后，俄军也就没有再死守赫尔松的必要了。俄驻美大使安东诺夫说，拜登政府正在拖长俄乌冲突，并寻求通过出售军事装备和液化天然气牟利。您对此如何看？俄乌冲突以来，美国确实通过出售军事装备与液化天然气谋取了巨大的利益，但是我认为，当前最想让俄乌冲突速战速决，想以最快的速度打败俄罗斯的，除了乌克兰之外，就是美国与欧盟。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这场俄乌冲突打的不仅仅是军事战，还包括经济战、舆论战、民心战、政治战与外交战等超限战争。直接的军事战争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打，而包括经济战、民心战在内的超限战，这是俄罗斯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打。而且前方的军事战与后方的超限战又是互为因果、密切相关的。假如俄乌在正面的军事战场上打的时间太长，那就会导致西方的国家能源供应进一步紧张，物价进一步飞涨，民怨进一步沸腾，并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执政当局在政治与外交上处于不利地位，没有办法完全放开手脚来支持乌克兰。拜登与民主党在这次中期选举中之所以会丢掉众院的控制权，根源就在于这里。同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乌克兰供应军火，用的也是他们自己的民脂民膏，消耗的也是他们自己的财政资源，他们实际上也是硬着头皮在做的。在俄罗斯看来，随着冬季严寒的到来，欧洲将会因为能源供应进一步紧张，物价进一步飞涨，而陷入到饥寒交迫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本国政府支援乌克兰的民怨将会进一步沸腾，西方将在这场经济战、民心战、政治战与外交战中逐渐处于不利的地位。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第14届中国航展进入第3天，在空军和航空工业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歼20、运油20、轰6K 和81飞行表演队、红鹰飞行表演队的9名飞行员亮相，分享飞行感受。攻击2型无人机操控员于瑞超以探索者和实践者的角度告诉深圳卫视记者，中国轰炸型无人机具备发现及摧毁的能力，同时安全方面有保障。此外，一起来继续关注本届航展的大明星20家族。今天关注的是直20，这款直升机在操控性能上比美国同款产品整整领先一代。来看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本届航展上有不少的首次，攻击2型无人机的首秀就是其中之一。攻击2型无人机操控员于瑞超介绍，此次航展共派出攻击2型无人机2架，1架负责静态展示任务，1架负责飞行表演。截止目前，已经完成了3个场次的飞行表演任务。主要动作有低空空场、水平8次机动和2速盘旋。动作设计的主要考虑是该型无人机机动性能和战术意义。表演中，我们经受住了复杂条件、超低飞行高度和精准飞行动作控制等方面的考验，较好地完成了近几日的表演任务。
攻击2型无人机是中国研制的新一代高空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它是执行边境巡逻、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武器装备。我们练战术战法，创新，练指挥协同，练复杂情况，实战能力技不增强。可以说近些年空军无人机建设发展硕果累累。据了解，攻击2型无人机首次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比如在飞行中，如果发现自己系统出现问题或遭到攻击受伤，该机便可自主返航和降落，无需人工干预，堪称全世界最聪明的无人机。攻击2型无人机还开拓出全新的无人机作战模式，使用该机消灭对方的无人机，靠的并不是挂载空导弹在空中击毁对方的无人机，而是充分利用该机的滞空时间长和载弹量大的优势，跟踪敌方的无人机到其机场，或是直接埋伏在其机场周边，等敌方无人机因燃料不足不得不降落时，再投掷精确制导弹药将其摧毁在跑道上，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战法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外贸型号就是大名鼎鼎的翼龙2无人机。实际上，无人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航展最受外界关注的项目之一。于瑞超表示，这是因为从近几场现代化局部战争看，无人机作用地位十分突出，未来无人机将迎来大发展、广运用的时代，也将成为未来战场形态的重要改变者。在直升机静态展示区中有直20、直10、直8L，并展示出了直升机所用的各类装备。其中呢，在我身后的这架直20更是吸引了非常多的观众和军迷驻足拍照留念。在飞行表演中，正是它做出了旋停、钟摆动作、俯视盘旋等一系列的精彩展示。那么事实上，这也是陆军现役直升机首次亮相航展。直20拥有许多的世界先进技术，它超强的战场适应能力，更是让陆航部队的战时投送能力有了质的提升。连日来，20家族在中国航展上的齐亮相收获了众多关注。其中，直20和运油20一样，都是首次参展。直20在8号航展开幕当天进行的飞行，展现出了优越的性能。直20在研制之初呢，实际上我们就定立了一个标杆，就是设计定型之后10年不落后。直20总设计师邓景辉介绍说，直20采用的是5片桨叶高性能的气动布局，具有高性能、低噪声、低震动、长寿命的特点。他表示，作为一个新型号的研发，直20不是研究它的市场，而是首先去研究它的战场。对于此前有网友提问直20是不是超了美国黑鹰直升机，邓景辉自信回答，直20不是超了，而是超越了美国黑鹰。实际上，直20采用的电传操纵系统比美国黑鹰直升机整整先进了一代。它的技术先进，比如说它使用了复合材料的蒙皮，使它起飞重量比较轻。另外呢，它使用了这个电传操纵系统。那么在这个直升机里面使用电传操纵系统还是比较少的。你像黑鹰直升机它是没有电传操纵系统的，我们有个电传操纵系统，使它的这个飞行品质非常好，这样使它处于一个比较这个在国际上来说处于第4代直升机的地位。在直20静态展示现场，有2位靓丽的解说员身影吸引了不少观众。他们是陆军首批自主培养的女飞行员徐风灿和白卷怡。他们作为陆军首批自主培养的10名女飞行员，是2017年从全国超12万高中毕业生中择优选拔而来，进入陆军航空兵学院学习。去年完成毕业考核后，入列就飞直20。徐风灿的成长故事还曾出现在2021年浙江卷高考作文题里。其实这个第一批就意味着其实是压力，我们也在日常的生活啊、训练当中也听到过许多，比如说质疑的声音。你们在训练当中有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举个例子，经常会有人就说，拿我们和男飞行员比较，我觉得只有技术上的差异，没有性别上的差异。我觉得我们从来都不是花瓶，我们学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而且我们也可以证明，向他们证明我们是有实力的。